和他在一起这么久了，我觉得他变了，总是想当然的乱发脾气，是因为我哪里做的不好，还是因为他自己无理取闹？我已经尽可能的包容了他的脾气，我以为他也会体谅一下我，但是并没有。我觉得他的性格太大大咧咧了，很多时候都不像一个小女生，对我也不温柔。有时候因为他的粗心还会导致我受伤。我跟他沟通过，但是他却不以为然。他还嫌我粗心，我还觉得他太细致太磨叽了，永远跟不上我的节奏，不像以前那么包容我了。而且工作时候和其他女生那么亲密，还和前任保持联系，他是不是不爱我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李22岁，来自江苏实习设计师；女嘉宾小张22岁，来自内蒙古实习设计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谈恋爱多久了？我和他在一起已经3年多了。是大学同学吗？对。怎么了？这平时总是在生活中，总是因为一点点小事，总是要生气，一气吧，还总是把矛盾无限放大，然后就要和我说分手。还不是就因为你总是嫌我这嫌我那，各种嫌弃我。那我当时说的也是事实啊，就像一般女生出门啥的都会给自己化化妆，她从来不化妆。就上次我过生日，然后请一些同学朋友，然后一起过来吃饭啊。我们当时那么多人就在等他一个人，都等到下午6点半。我当时就在想，他可能就是平常不化妆，现在化化妆，然后收拾收拾，可能因为慢一点吧。主持人，我是做道具的嘛，就是加班做一些东西，搞得身上都很乱嘛。我还专门是就是从外面赶过去，为了参加他生日，我还换了身衣服。结果我去了呢，他就嫌我没有化妆，穿的随便啊什么，一直都没有好脸色。你下面就穿个那种男士特别宽松的那种牛仔裤，那上身就穿个也是男装，还是那种就是男的宽松长袖，他头发就是随便扎个丸子头，不是挺好吗？感觉一点都不女生啊，就乱糟糟的样子。不女生你找他当女朋友？那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他是因为跟了你之后，所以他才不化妆的吗？他之前没有啊，我之前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对呀，人家没变呀。之前我和他在一起，你们俩谁追的谁？也算是我追的他吧。好，你当初追他的时候，他化妆吗？就是会给自己画个眉毛什么的。现在连眉毛都不画了。那我现在不是在外面比较忙嘛，而且我做舞台设计这方面，做道具啊，什么东西本来就很累啊。行，这事儿就放一边吧。过啊！咱们说下一件事儿，还有吗？就像他平常总是特别任性。比如，就像他在工作中遇到啥事，你看我身为他男朋友，他和我说一说，向我倾诉一下也是可以的。他在生活中，他在工作中遇到点事，说都不和我说，然后一看到我就冲我一通乱发脾气，我当时也很莫名其妙啊。这不就跟你说了吗？而且他每次和我说过之后，就冲我发火，就说我烦，那我不得安慰安慰他？主持人，你知道吗？那个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呢，我在那做3D 那些东西，本来脑子很烦，很乱糟糟，结果他在旁边开始玩游戏，而且声音巨大，然后还不停的就念叨我，嫌我不打扫卫生啊，嫌我这嫌我那，就反正各种嫌弃我。那我说呢也都是事实，就是你在屋子里面做道具模型，你做完之后，你把屋子收拾一下也是可以的。你每次做完之后，就这儿放点东西，那儿放点东西，你都不收拾一下。上次我刚一进门，没注意下面地下有个钉子，一脚就踩上去了，脚都被戳流血了。然后我和他说呢，他一点都不在意，而且你踩到钉子怎么能怪我？只能怪你自己眼不好了呗。而且，那我自己本来就是做这些东西很累，结果你呢不帮我收拾就算了，而且还一直埋怨我。就像之前有一次我去他家玩嘛，我一进门有一颗假头就放在桌子上，我天，我都快被吓死了。
你和我说过之后，我也有收起来。你每次去，我不都把那个东西都给放起来了吗？你是什么职业啊？放假头啊？我做的就是形象设计，因为要编头发，所以就会放个那个。行，挺好。对，主持人，你知道他收是怎么收的吗？我不知道，你说嘛。他是那样的，就是有一次我给他看他衣服，就是太乱了，整理一下嘛。结果我一开衣柜，咔一下一个假头掉出来了，我当时就吓一跳嘛。这不能怪假头，怪你眼神不好，你都没分清楚它真假呀。可是他就不能收在一些其他地方，装在盒子里也行啊。对。所以咱那钉子就不能收到盒子里，非要摊在地上吗？对啊，那我平常也都需要用那个，经常要练。那我装在盒子里，一直在那捂着，那我再拿出来，那多浪费时间。而且假发本来就发质就不太好，你在这样一直捂着，那不就更不好了吗？好，你说什么都对。他是一个化妆师，结果身边都是一群小女生，他就从来就没有和他们保持过距离。哦，我这个化妆师的行业就是总不能只替男生化不替女生化。这倒是啊。对呀，身边有一些女生也没什么，而且他本来就是比较爱吃醋，我也知道，我也刻意和他们保持了距离呀。那有一次我去找你，结果化妆间就你和那个模特2个人，你给那个模特化妆，说笑笑的，而且脸都快贴上了。那我当时那天去给他化妆，因为他催得比较着急，他要上台演出，然后我给他化，当时出门着急没戴眼镜，所以就贴得稍微近一点，但是也没有像你说的那样脸都贴上去了，明明是你自己看的角度有问题啊。对，什么事儿都怪我，反正都是我的错，你说什么都有理。就算这个女的事儿你是为了工作，那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结果你还和你前任有联系。哎，这事儿说说啊。那我和我那前任本来就是高中同学，那我总不能就是因为和他在一起就把我那个前任电话拉黑。可是呢，他上次找你去苏州，那是要旧情复燃吗？他上次找我去苏州，那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要去美国，然后很久才要回来一次，然后大家同学一起聚一聚，然后正好他离我比较近，然后让我和他一起去，这也没什么呀。那你有没有告诉过我？就是你那脾气，还有你的性格，那我要告诉你，你当时是不是又要跟我吵跟我闹了？是你做错了好吗？而且有一次他给艺考生化妆嘛，那艺考生他的妈妈加了他的微信，结果呢他又让他的女儿加他微信，这搞得就像相亲一样。那我当时给那个艺考生化妆，然后那个艺考生妈妈就是陪他闺女一起去，然后正好他看我是化妆师，然后他本身就是学纹绣这一行业的，然后看我就是画的也还行，然后就让我和他学习纹绣，可以换方向啥的。那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和我说过？还是前段时间我听就是其他同学和他跟我说的，那好像就像全世界都知道，就我不知道。那我觉得这点鸡毛蒜皮大点小事也不需要告诉你，而且当时那个艺考生加我微信只是为了给我结个账。那你和我起码说一下吗？那我不能总每加一个人都要和你说一声谁又加我了干什么吧？反正总是就不把我放在心上。之前吧，就因为他，然后让我都淋大雨了。那是当时有天中午他被老师叫去，然后去赶一批模型，然后道具，然后那天中午就他自己去了，然后我当时就在屋子里面待着，然后做一些我自己事。我当时在屋子里面待也没注意外面下雨，后来我就看他自己淋湿了就回来，然后我看他淋湿了，我赶紧催他换件衣服，然后给他吹头发啥的，别防止感冒了。那他呢？当时我要给他吹头发，他当时要你管。那本来就是你假惺惺的，你如果要关心我的话，那我至于会淋雨吗？你就不知道去找我？那我当时在屋子里面并不知道外面也下雨啊，那你可以打个电话发个短信说让我给你送个伞，或者让我过去接你，这也可以啊。可是我当时那手机已经掉乳胶里面了，这我还怎么给你打电话？那我本身就不知道外面下雨，那你可以借他们手机给我打电话呀。两位同学吵完了吗？主持人他就是这样，总是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是，人家姓李嘛，对不对？对，他就总是这样。是叫李有常吧？不叫李有常，就叫李有常嘛，常有理。你们俩现在干嘛来了？就是想让他不要总是那么，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啊啥的就耍脾气，然后可以。我怎么觉得都是小事，你在耍脾气呢？你看他不化妆怎么了？那我你看他脾气大。
他有好吗？他虽然就是脾气性格也，你说但是吧，也像一些就是男孩子，然后比较直爽。你喜欢不？有一部分还是比较喜欢。我的天哪，你们都挑着喜欢啊！那部分反正不是他，我可以不喜欢，是这意思吗？你来干嘛呀？我就是希望他可以和其他女生什么的不要那么暧昧了。哦，人家要求很明确，你抓住过他暧昧吗？经常和那些女生混在一起，怎么可能没有？就是你没有安全感是吧？你来干嘛来了？我来就是女生耍耍脾气也可以，但您不要总是和我闹分手啊！就上一次因为一点小事，就和我闹分手，我们俩分手1个月。那还能怪我吗？他呢从来就没有哄过我，而且他们那次做节课作业，什么就是化的是新娘妆，我天，他都找的是其他女生，我以为，感觉就是他根本就不觉得我是不漂亮还是怎么的。我没有觉得你不漂亮，也没有觉得你啥，就是当时你生气，我给你发信息，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也不回我，然后我又以为你干啥，然后当时老师催着结课，也比较着急，你又不理我，那我总不能不结课吧？那我所以只能随便找一些其他女生来给我当模特呀。就分手了？对，可是他就从来没有把我放在心上。没事啊，这个可是先不说呢啊，这个后来你们怎么又好了呢？不是分了1个月吗？为什么又好了呢？已经分手之后，他还是在朋友圈啊、空间，他发一些文字，就是说什么自己眼瞎呀，又干啥干啥，然后他还故意就是下一些什么交友软件啥的，然后从那里面加一些男的，然后把他们。不是人家跟你分手了呀？对啊，那我都分手了，那是我的自由啊。对呀。况且你为什么要管我呢？就是呀。而且他还总是说随便加一些男的都比他好。哦，所以你是很气愤是吧？对呀，我总不可能就那么不堪吧？啊，然后你就再把他重新追回来。然后我就去找他，然后他就当时就哭了啊。然后后来我就哄他嘛，后来然后就和他就和好了。所以还是彼此关注啊，用这样的方式来挽回，这不都过去了吗？要干嘛呀？但是他总是说分手，那很伤感情啊，那个。可是主持人，你知道他就是没有把我说的话什么都放在心上。就是你认为他不够在意你啊？对，不在意。我问他几个问题，好吧？她漂亮吗？挺漂亮的。你愿意给她化妆吗？啊，我也愿意给她化妆啊。啊。你哪次给我化过妆？就连今天我这个妆还是人家化妆老师给化的呢。结果你呢？嫌人家画的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然后一会儿这蹭蹭那儿蹭蹭的。你干的？不是啊，你干的？你这人怎么这样？你化妆老师画的不好，你也不能说呀，对不对？是他本身就是鼻子就稍微有一点歪了一点，然后化妆老师不了解他，然后我更了解他，所以我就给他随便改了几下，他又说我。又嫌弃他，你其实最喜欢他是不是？啊，对。爱他吗？喜欢他。爱他吗？爱他。想跟他好好的是吧？对。你喜欢这臭小子吗？我是挺喜欢他。但是他老这么弄，你又受不了，对不对？对。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吧？咱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啊。你们2个人一南一北。男生可能有南方那种的细腻的，然后女生呢是北方那种女汉子的性格。但是你们2个人当初在一起选择对方的时候，是不是恰恰是被对方这种身上你们所没有的气质所吸引到的，是吧？啊，对。然后现在恰恰是你以前觉得不错的东西，成为了你不满的借口。所以有的时候呢，当感情进入到第3年，它马上要到一个瓶颈期的时候，就会曾经的一些初衷，或者说曾经一些认为美好的事情，它时间长了，慢慢的经过生活的一些打磨，就会露出它原本的样子。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就要多去想一想，当初为什么选择对方，一起走过感情的瓶颈期。女生不能总把分手挂在嘴上，这是非常忌讳的。在一段感情当中，总说分手，有一天一定会说成真的，而恰恰总说分手那个人是最不能分手的。他只是用分手这句话来作为自己的武器保护自己，好像自己很强大。其实呢，你看你离开人家发的那些朋友圈啊之类的，还只对他可看，就证明你心里有多在乎他。
男生也送你一句话：只要前任老死不相往来，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别解释说什么同学啊之类的什么，任何一个女生对这种事儿都不能接受的。她可能70%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安全感，然后剩下30%可能就是无理取闹作。但是，那是因为爱你的表现呐，是不是？好，谢谢沙老师啊。来，齐总。他不让你去和前女友接触，瞒着他去，不管是什么道理，你明明知道他不喜欢，他若知道一定会不开心，但是你还要这么去做。即使因为你的工作性质，你可能是要跟异性有近距离的接触，但是你知道他在意，你似乎做的也不好。你现在要挑他化妆的事儿，我觉得女孩挺好看的。你说你不化妆，你化妆就不能出门？你一定要在我的朋友面前化妆，要不然我拿不出手。你这是在乎女朋友的感受吗？为什么女孩这么无数次的好像是任性，好像是无理取闹，但都是基于你这种感受，给她的感受说你快变心了，所以她才不安全，所以她觉得无助，所以她可能会发脾气，所以她做出很多不合理的事情。但是根源是不是在你这儿？你能不能把它放在心上？当然，前提是你现在还足够那么爱他吗？如果足够是的话，他没有变，而你却快变了。如何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变？或者说你愿不愿意去证明？或者说你愿不愿意去注意？因为可能你们在一起3年了，可能你觉得哎呀，没事了，我们已经这么知根知底了，我们就可以说一些真话，我们可以不加掩饰什么了。可是貌似有些真话背后反映出来的你真实的心理的变化，那就是你不在乎他了。我不觉得3年到30年夫妻之间的这种尊重、这种赞美，还是对爱情的一种保鲜。如果你都没有心去做这些事，只能说你心里的那个他的位置越来越小了。谢谢曲总。来，涂老师。男人说女人虚荣，但其实男人比女人要虚荣得多。女人的虚荣在于一条裙子、画个指甲，又或者是化个妆容。但其实男人的虚荣往往恰恰在于财富、权力、物质。就像你今天都说他的妆容不讲究，其实你在行为上更不讲究，对吧？你说他不精致嘛，但其实你的行为也很不精致。你作为一个化妆师，每天去装扮别人，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你装扮出来的那些人在你的眼里不过是庸脂俗粉而已。但是唯有你的爱人在你心目当中才美若天仙。如果你把你每天的审美标准，就是对于那些人的审美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爱人，你觉得那他跟那些人有什么区别呢？更何况你让他打扮得美美的去参加你所谓朋友的聚会，是为了谁的面子？是为了你的面子，是为了你的虚荣而已。如果你要真的说他很不会打扮自己，而你又是一个专业化妆师，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清水一洗就上班，没有时间，因为前一天工作很晚。你倒是早点起来，在化妆台旁边候着他，帮他化个美美的妆，让他出去。每天装扮别人的面容是你的工作，那么为你的爱人装扮，不恰恰是你内心最喜欢做的事情吗？你为什么不做呢？你明明知道她是一个粗粗拉拉、粗放的女生，那也是一种美。如果你真的要装扮她，你可以亲力亲为，你为什么不做，而只会在旁边说呢？所以说，从你对于她的种种评语来说，我认为第一，你不够爱她。如果你爱她，你会亲自装扮她。第二，你和那些女生行为上的边界不清晰，也恰恰说明，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她的分量是不够重的。我倒不认为你是变了心，我只是觉得你衡量她的标准和衡量一个普通女性的标准没有什么区别，你不够爱她。对于女生来说，你也不够爱她。我始终相信，一个平时再不喜欢装扮的女人，也愿意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稍稍打扮一下。你再怎么平时工作繁忙，再怎么样这个没时间，
平时再怎么用清水洗脸，去参加他的宴会的时候，多多少少会装扮一下，因为得到自己爱人的赞美和夸奖，对于你内心来说是一件惬意的事情，但你好像不好此为，不太愿意这样做。所以其实我认为你们俩之间爱得并不够深，继续走下去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但是就目前而言，你们并没有足够渗透到对方的生活当中，你们不会彼此欣赏，不会彼此欣赏就会造成很多审美的误差，越看越不顺眼，好吧，就这样。好了，一起进入内地天河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能为你做出改变，我也希望你能为了我也稍微改变一下自己，不要总是耍一些小孩子脾气，也不要总是说分手，因为这样说分手的话真的很伤我们感情。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改的，我尽量会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和其他女生那么暧昧，这样有时候甚至你感觉你都不再爱我了，我只想得到你的专属对待。我身边总是会有许多女生，这虽然是我的工作，但是我以后也会稍微和她们保持一下距离，也不会总是和她们有过多的接触，然后而且我让你化妆啥的也是为了你好，因为以后生活中你不可能总是素颜。说完了，回吧。3位老师都特别的认真的跟他们说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来，请关门。求教一个问题啊，你画了那么多模特，你见过不歪的鼻子吗？没有。不，我跟你很认真的讨论一个问题，其实鼻子有可能都是歪的，我是这么想，因为你眼睛就不在一条线上面，而在这个垂直点上，你怎么可能是正的嘛，直的嘛？所以这个东西就别挑剔了。你女朋友鼻子是歪的吗？挺正的。耶，聪明了。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啊。好，谢谢你。谢谢啊。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亮灯吧啊！好了，拉着他手走吧，化妆师先生。